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欢迎来到讲解阿波罗食品的第2集。上一集我们稍微了解了阿波罗的历史背景嘛，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阿波罗的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阿波罗的核心业务是生产和销售巧克力零食和夹心蛋糕，是一个简单明了、一看就懂的业务。但是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它的产品究竟有哪些吧。阿波罗的产品主要分为2大类别，那就是巧克力威化产品以及夹心蛋糕和瑞士卷产品。巧克力威化产品分别有 Roca、Boy Boy Chocolate Wafer、Volcanos， 还有其他多种不同种类的产品，就不一一述说了。而夹心蛋糕方面呢，就有不同口味的夹心蛋糕，例如巧克力口味、草莓口味、蓝莓口味、番蛋口味等等。这些产品主要分布于马来西亚和其他海外市场，包括新加坡、印尼、泰国等东盟国家，以及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多个海外区域。阿波罗目前有2间糕饼制造厂和2间仓库，都是位于柔佛州的新山地区。截至2021财政年，阿波罗在马来西亚的销售占据了总营业额的76%，东盟国家占了21%，其他剩余的就是海外市场。现在来为各位介绍阿波罗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阿波罗在2022年第1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4514万令吉减少了13.6%至3901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468万令吉猛跌了96.3%至17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因为本地销售减少所致。至于净盈利的暴跌，则是因为营业额下滑了，但是销售成本却没下降多少，加上营运和其他开支不减反增，以及其他收入也是大幅减少，所以导致这季度的净盈利暴跌了。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稍微减少了0.8%至2亿584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库存量增加了1/3左右，这是因为近期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如果要确认是否为原材料价格所影响的话，不妨可以参考刚出炉的2021年的年度报表，里面有显示着库存量中的主要增长是来自于原材料的。另外，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收款就比3个月前少了，相信是因为公司向客户收取了账款的缘故。从2021年的年度报表中可以发现，公司的贸易应收款中有几乎99%是没有逾期的，剩下的一些芝麻绿豆的数额太小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公司没有特别预计损失拨备，也证明这公司的客户们的信用评分是非常高的。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手中握有的高达1亿令吉以上的现金，跟去年相比有上涨了一点点，而且也是总资产当中占据最多数额的。另一方面，公司在这1季度的总负债则是下降了大约10%至216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付款比去年减少了，意思就是公司减少了拖欠供应商的账款。不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退休福利义务是一项为其员工和董事设立的退休福利，看来公司对他们的员工和董事也是热爱有加的。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1季度比去年减少了34%至114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这季度的税前盈利比起去年同季减少了很多，而且由于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公司的库存量也显示着比去年更多的现金流出状况。所幸的是，公司的应收款回收了很多，所以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才得以处于流入的状态。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从去年的流入转为今年的流出，现金流减少了222%至16万9千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在去年同季有一笔销售其他投资的一次性获益，而今年却没有，所以现金流才由正数转为负数。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就没有任何出入的记录，因为公司本来就很少搞企业活动，又没有什么贷款，加上这季度也没有宣布派发股息，所以 Financing Activities 也就没有记录任何现金流了。
在稍微研究了 Apollo 的业务和财务报表后，感觉上 Apollo 是一间不错的公司，其糕饼业务相当稳健，常年处于盈利的状态，并且持续20年的派息活动，而且股息率也是相当高的。另外还有公司也握有庞大的现金，也没有欠别的商家很多钱，更没有任何的银行贷款，收账能力也相对优秀，可以说是价值投资者偏爱的公司之一。但是稳健归稳健，Apollo 的经营模式相对也过于保守，上市了这么多年，业务仍然没有什么扩张，以至于公司庞大的流动现金处于无用武之地。所以说，像 Apollo 这类型的上市公司，如果只是投资来每年获取稳定股息，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是想投资成长型公司的话，Apollo 可能就不是个合适的对象了。各位观众，你们又是怎么看待 Apollo 呢？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